嗨，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你们最近都好吗？今天这期影片呢，我将跟你分享即将在8月份除息的12档美债 ETF， 其中呢包含了美国公债、美国公司债券以及金融债券的部分。这里面有一档 ETF， 它的累积殖利率甚至来到了 5.6% 哦。此外，我会分析在8月份的时候美国公债被惠誉国际调低了信用评级，这对我们投资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美国公债还能购买吗？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资讯的话呢，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是初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可以跟频道多数观众一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了解我300万美金的财务自由规划的话呢，可以追踪我 IG 以及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首先我们先介绍2档即将在8月份除息的美国公债 ETF。那第一档的话呢是 00679B 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第二档则是 00795B 的中信美债20年期的 ETF。那他们追踪指数的部分的话呢，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成立日期的话呢 00679B 这档 ETF它是在2017年成立成立至今的话呢大概有6年的时间那另外一档的话呢则是在2019年成立的。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 00679B 它是来到了954亿台币非常的大。那 00795B 的话呢是169亿。那为什么要看资产规模呢？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债券 ETF 如果它的资产规模小于2亿台币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面临下市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资产规模的部分。那再来看一下总开销费用的部分。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 00679B 的话呢是 0.22%， 那 00795B 的话呢则是 0.14%。那 0.14% 真的是非常的低那我们看总开销费用的话呢，在投资债券 ETF 的时候呢更为重要因为债券 ETF 它相对于股票 ETF 来讲，它的报酬率就已经比较低了。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又内扣费用非常的高的话呢，那你的报酬率很多都会交给投信就是说你在帮投信打工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投资债券 ETF 是更重要的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这2档 ETF 都是30块左右。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都是季配息的在每年的2月、5月、8月跟11月份会进行除息。那这次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分别是 0.9% 跟 0.88%这2个是非常的接近。那累计近4季的殖利率的话呢是 3.9% 跟 3.8%。那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话呢，这2档 ETF 都是在8月16号，也就是在礼拜3的时候呢会除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加这个除权息的话你就要在8月15号的时候呢就要购买这一档 ETF 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债券的部分。那在8月份即将要除息的金融债券总共有4档，分别是 0071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以及 00780B 的国泰 A 级金融债，还有 00844B 的星光15年 IG 金融债，以及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好，那他们追踪指数的部分的话呢，我也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成立日期的话呢都蛮接近的，都是在2019年成立的。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最大的就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787亿台币。好，那这边比较低的话呢，就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它只有 4.3 亿台币。 OK， 好，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最低的就是 00773B 它只有 0.26%。那 00786B 的话呢是来到了 0.64%。那 0.64% 我是真的觉得是蛮高的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也都是30多块钱。那除息频率的话呢，就是 00713B 比较特别它是属于一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那其他3档 ETF 的话呢，都是在2月、5月、8月跟11月份的时候呢会进行除息。那这次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 00713B 的话呢，因为它是月配息的所以说呢它的殖利率是这里面当中是最低的，只有 0.39%。那最高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它是来到了 1.43%， 是蛮高的那累积4季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也是 00786B 这档银行债券 ETF 是最高的是来到了 5.6%。那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话呢，这4档债券 ETF 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8月16号除息的。但是呢 00844B 这档星光15年 IG 金融债的话呢，它则是在8月18号除息是比较特别的除息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债券的部分。那公司债券的话呢，分别有3档高评级的公司债券会除息，以及3档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 会除息。
那这个高评级跟投资级的话呢，差别在哪里呢？这边的话我们就要介绍世界上3大评级机构，分别是穆迪、还有标普以及惠誉国际。那他们评级的方式的话呢，都是从 A 然后呢到 D。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的评级如果是越往 A 靠近的话呢，你的评级就越高，那就代表说呢，你的风险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低的。那高评级的话呢，就是属于 A 以上的，就是属于高评级的部分。那如果在 A 以下，然后在 BBB 以上的话呢，就是属于投资级的。那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就是属于 B 以下的话呢，像是 C 或是 D 的部分的话呢，这就是属于非投资级别的债券，那就是比较风险高一点的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档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00772B 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那第二档的话呢，则是00754B 群益 AAA 至 AA 公司债 ETF。那第三档的话呢，则是00841B 的凯基 AAA 到 AA 公司债 ETF。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属于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 就是 00775B、00840B 跟 00860B 的部分。那最终指数的部分的话呢，我也都秀在下面这一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成立日期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那只有一档 ETF 00754B 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部分。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最大的就是00772B 这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它的资产规模来到了1000亿台币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档 ETF 比较危险，那一档 ETF 就是00860B 的群益1到5年的投资级债券 ETF， 它的部分的话呢，资产规模只有1.1亿台币的部分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2亿台币以下的话呢，是可能会面临下市的风险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 00772B 这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也是还蛮不错的它只有 0.28%，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在 0.4% 以上的甚至有来到 0.63%，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高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都是30多块钱就可以购买到了。那除息频率的部分的话呢， 00772B 这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信好像真的非常喜欢出月配息的 ETF 除了刚刚的中信金融债券 ETF， 还有这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它们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殖利率的部分。那这次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配息最高的是 00860B 它的单次配息来到了 1.39%。好，那最低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 00772B 嘛，因为它是属于月配息的，就把它均摊掉了。它这次的话呢，只有 0.37%。那累积4季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是多少呢？00772B 的话呢是最多的它是来到了 4.8%。好，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在 4% 到 3% 之间的回荡那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话呢，这几档 ETF 基本上都是在8月16号除息的只有一档 00775B 这档星光头等债15加 ETF， 它是属于8月18号的时候进行除息的好，那以上就是即将在8月份除息的12档美债 ETF。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美国公债被惠誉国际降低信用评级这件事情首先呢，惠誉国际它在我们今年2023年的8月1号，将美国公债的评等从 AAA 降低到了 AA 加它不是第一次降低美国公债信用评级的机构在2011年的时候标普500指数有听过吧标普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评级机构它也有将美国公债的评级给调低。这次呢，则是轮到了惠誉国际它将美国公债的信用评级调低那惠誉国际表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3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持续的恶化。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它真的是债台高筑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美国政府持续的调高他们的一个债务上限好像他们借债都没有底线一样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就让惠誉国际产生了一些忧虑，所以呢，将美国公债的信用评级从 AAA 降低到了 AA 加。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有一些投资大师就出来讲话了像是投资大师华伦巴菲特他就用行动来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就是他又花了几百亿美金去购买了美国公债那他怎么表示呢？他表示说惠誉国际这些担忧是合理的因为呢
华伦巴菲特他自己也不认同像是美国政府这样一直无限的举债但这并不代表说华伦巴菲特他对美国公债以及美元的看法是属于悲观的他表示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美元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储备货币而且呢，目前它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所以说呢，华伦巴菲特的话呢，他就持续的去购买那个美国公债的部分。那他主要的话呢，就是购买6个月到12个月的美国公债那我的看法的话呢，就是美国公债虽然它被调低了信用评级，但是呢，它还是国际间信用平等非常高的国家债券那有被标准普尔、还有穆迪以及惠誉国际这3家评级机构都评级为 AAA 最高的信用评级的国家呢分别是德国、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卢森堡。那亚太地区的话呢，则是新加坡和澳洲那这几个国家的公债他们的殖利率都相对来讲比较低那我自己认为是美国政府应该是不太可能会让美国公债违约所以说呢，虽然它的信用评级被调低，但是呢，我还是会持续的去投资美国公债。所以呢，如果你是直投债券，持有到期，领固定利息的话呢，那这次的降评其实对你的影响可能会非常的小因为你毕竟是持有到期嘛，然后领这些利息。但是呢，如果你是投资像是债券 ETF 来赚取这种短期的波段价差的话呢，那这个调低信用评级的部分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投资造成蛮大的影响所以你可能要重新去审视你自己的投资策略那巴菲特以及我的观点只是提供一些指引那最终的决定的话呢，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投资决策请自己要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记得点赞再走，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巴菲特的行为和他的观点，那巴菲特还有我的